香格里拉在藏语中被译为心中的日月，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带着些神秘色彩，让人们对这块世界上最美的净土充满着向往。这一次我就要跟着我的新伙伴比亚迪宋 Plus 一起去探寻秘境香格里拉。到香格里拉怎么能不看松赞林寺？所以啊，我们今天的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嘎丹松赞林寺，也被称为小布达拉宫里边非常。你发现没有，这个 NFC 功能啊，就是科技之光。你这样的话出行，你只需要带一个手机，拍照啊、支付啊，然后还有控制车的功能，全在这个手机里边。而且你看，现在出去得要查身份证，买一个透明的壳放在后边，特别方便。现在我们去第二站吧。取灵感。说到这里啊，我就又想到了咱们这台宋 Plus， 那它是由这个前德国这个奥迪设计师艾格为首的设计天团啊来设计的。那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细节，就是它的前格栅就是艾格先生第一次去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时候，那从兵马俑那个武士铠甲身上汲取的灵感啊，设计了这种点阵式格栅。那现在宋 Plus 啊，它用的龙岩设计语言已经是 Dragon Face 3.0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灵感来自于兵马俑的点阵式格栅之外，还有啊，就是龙爪式大灯，那这个超宽一体式的引擎盖，然后还有这个贯穿式的这个龙爪之痕流水后尾灯，这些啊都是已经被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Dragon Face 的设计元素了。我们再来看看宋 Plus 它的内饰啊，它采用了多层悬浮室内饰设计，所以你从这里看上去它非常的有层次感。那另外呢，就是设计整体上你找一找，你会发现，哎，中国元素也是十足的。大家最熟悉的它挡把上的龙鳞设计，那包括它的出风口，然后还有门面板上的这个龙须设计，都还是蛮经典的。另外啊，要说的就是它的座椅，坐着非常的舒服，那你真的是开200-300公里都不会觉得累。那它的座椅啊，你看它的头枕是不是很独特？它这个叫一体式镂空悬浮头枕，那整个乘坐感受是非常好的。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是在副驾驶的面板上，那这个面板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黑色的板啊，实际上它是一个屏幕。那你坐在副驾驶上，上车的时候它会给你 say hello， 然后你播放音乐的时候，它会有那种跳动的数码，甚至你不系安全带的时候，它会有图案提醒你系安全带，甚至它会还可以给你显示天气、温度这些信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你好，小迪，导航到龟山公园。您要选择第几个？
实际上啊，宋 Plus 它的这个第3代 D-Link 智能网联系统啊，比你想象中的更强大。首先，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个 UI 设计啊，也是非常的简洁，非常的直接，而且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清新亮丽啊。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刚才语音识别，还是我现在去这种触控，它的这种速度都是非常快的。而且啊，你要知道，在这个系统里面，它内置了大概400万加的这么一个应用软件，所以平时啊，你经常想用到的，像什么高德地图、什么爱奇艺，然后抖音、还有微信这些你能想到的，它都可以找得到。而且啊，它还挺聪明的。我们再来考考它。你好，小迪，27加88等于多少？等于105。33乘以44等于多少？等于1252。那说完了第3代智能网联系统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它的 D-Pilot 3.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啊，妥妥的 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啊。我们来从车机里可以看到，它包含智能领航、车道辅助系统、交通标识识别、预警性紧急制动系统、倒车雷达、盲区监测、智能远近光灯、全景影像以及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正好我们在这条公路上来试一试啊，它实际的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操作很方便，都在这个左手边的面板上。来，我们来推起。好，只要这个限速，然后呢车的速度以及这个车道保持系统都变成绿色的车标时，它就已经在工作状态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把速度设定在50，因为这条公路啊，它限速实际上是40，跟着前车走，而且现在这个是在一条弯道上。目前来看，车道算是正常清晰吧，就是车道线啊。所以它呢也是在正常的工作范围之内，完全是依靠它自己来识别跟车，并且以及呢保持车道，是非常流畅的。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啊，只要这个交通标识，只要这个地上的道线足够清晰，那它呢就完全可以在正常的工作状态。所以这个爬了几节台阶还有点喘啊。实际上，这个龟山公园它是坐落在迪庆市里边的。它的这个位置就有点像景山公园之于北京，就到了这个山顶上，你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迪庆这个市它的一个面貌。当然，要是说公园，可能它就有点普通了，但就是它有一个特别不普通的地方，就是远远的能望到这个巨大的转经筒。这个转经筒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它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现在我们在这个转经筒的底下啊，你就能真正感受到它有多么的巨大、多威严。高21米，重60多吨，啊，这里边啊不是空的，这里边据说刻着124万条6字真言。然后这就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你每这个推着转经筒转一圈，就相当于你读过124万遍6字真言，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力，你知道吗？那还有这个三江并流的图案。我开始还挺好奇的，我就想三江并流的这个图案它会怎么刻在上面？实际上就是中间这一排，然后在底下这个三江并流的下边呢是56个民族，就是56个民族的这个图案。你看到，所以有好多小人载歌载舞的这个样子。最底下呢是佛教的8大法器。哎，有一点点动啊，使劲！我觉得我一会儿要搞反了。好，转起来喽！刚才他们说了，一个人不可能转得动，然后我趁就是有很多人在靠这个大家一起的力量，把它推起来。那我们现在正好在这条驾驶感不错的公路上啊，跟大家聊一聊宋 Plus 它这个动力系统和操控的一些情况。发动机大家都知道，它呢用的是霄云全新 1.5Ti 高功率发动机，是136千瓦，288牛米这样一个数字。那比亚迪也是
放了很多加持了很多技术在这台发动机身上。比如说它的涡轮增压，它用的是双流道涡轮增压器，然后并且还配了这种电控的泄气阀。那这就意味着有电气化了嘛？电气化发动机之后，它的这个涡轮增压的介入的时机是更准确的。这样会在这种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性的方面呢，都会有更好的表现。另外呢，它还有什么中置 VVT 技术呀，然后还有这个采用了缸内直喷技术。那它这样的话，就是缸内的这个燃油喷射的压力已经能达到350帕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台发动机它采用的是轻米勒循环，这样就可以让这个发动机在压缩比，然后还有它的这个燃油的经济性，然后还有这种工况的平顺性三者之间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工作点。所以我们在这条有点小山路，而且我们还是现在在海拔3000加的这种地方来驾驶，依然能觉得这个发动机它真是源源不断的输出动力。而且这个车它有3种驾驶模式，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运动模式，仪表盘是红的，然后你可以感受到它在这个山路上驾驶还是非常非常有乐趣的。那它另外呢还有调节的按钮在这里，你可以边驾驶就可以边换，换成现在是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呢，仪表盘就会变成蓝的，然后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我在踩油门，我现在大力踩油门的时候，就是变速器它的反应没有那么激进，然后呢，这个油门呢也会很克制的来进行输出。那另外一种呢，它并不是说在这里去拨轮而是在中间这个按钮 Normal 键，那这样呢就适合我们日常中间状态的一个驾驶。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比亚迪最近特别引以为傲的就是它的几款车型都是从奔驰挖来的这个前的底盘调教总监汉斯来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教的，所以整个车的操控性能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那我们还会调回运动模式来试一下。好，给油走你可以感受到在这样的一个蜿蜒的小山路上，然后这个车身的姿态，然后还有这个和你转向的匹配，都是非常适合驾驶的。而且你知道，在这个中控屏里边有一个选项就是方向盘，方向盘也可以调节2种模式，一种是舒适，一种是运动，这样就能够增加宋 Plus 它的一个就是驾驶运动的乐趣。再往前走不久就应该是普萨措公园的入口了。那你要问为什么要到普萨措公园那这里必须是香格里拉这个山美水美人杰地灵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不是在转经筒看了吗？3江并流是吧？刻在那个转经筒上面。这里就是3江并流的中心地带，而且呢，这里也是中国第1个国家公园，所以是不是很有意义？在的这个地方呢叫蜀都湖是布达措里边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碧蓝的湖面，然后这个远处的森林，高山森林，然后湖面上呢还有这种草甸。草甸实际上在夏季的时候，它是那种泛着七彩的颜色，特别的美。这里基本上就是寄托了人们对香格里拉这种世外桃源式的这种大自然这样环境的一个想象。那实际上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虽然现在是冬季，有那么一点点冷，可能没有夏季那么多色彩，但是你这么走过来，你还是会觉得你在跟自然亲密接触，这个感觉依旧是非常非常棒的。太阳就要下山了到这里呢，我们的香格里拉打卡之旅就要结束了。我突然想起来，前2天网上有个藏族小伙特别帅气，叫丁真，然后他的脸庞还有他清澈的眼神被大家热议。但是反过来我想一想，你让我放弃我在大城市里的生活，所有都是诗和远方，可能我有诸多的不舍，所以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城市里生活的，你叫打工人也好，社畜也好，那最好呢，生活状态呢，就是我们用80%的时间在城市里踏踏实实的工作，踏踏实实的生活，踏踏实实的安排好周围的一切，那用20%的时间呢，开着我们心爱的小车出来看诗和远方。
另外呢，就是我们明天还会开着宋 Plus 呢去梅里雪山和飞来寺，然后那边海拔比较高，大概3500到4000的样子。我们会对这个车它的动力系统呢做一个高原测试，那也是模拟我们日常的生活一些场景嘛。那到时候呢，希望那些测试的结果对你呢有帮助。那好吧，拜拜，好冷呀。